嗨，这里是 Noodle Lab， 我是阿佑。创作者将自身的经历与体会浓缩进作品里，是自古以来创作者们的共通点。宫崎骏也不例外。前面我们介绍了他的电影与人生，后面让我们深入谈谈吉卜力背后卖座的秘密吧。以下我整理了5点。讲起宫崎骏动画迷人之处，不得不从他迷人的角色说起。胖胖的龙猫与公车，神秘美男霍尔和无脸男，每个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。除此之外，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他笔下的主角不只是孩子，特别以小女孩为主，像保护着福海的纳乌西卡，照顾妹妹的五月，踏上修行的琪琪，破除父母诅咒的千寻，和勇敢坚强的苏菲等。当每位角色面对自己的难题时，也同样的给观众一个反思自己的机会。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宫崎骏就是一位女性主义者，这也颠覆当时日本的动画电影，以少年英雄为主流，他可说是萌元素的始祖啊，形塑出既坚强、纯真、可爱又能拯救世界的战斗美少女们。在他的书中，他说往往最后只有女人才靠得住，就像在吉卜力，动画师大多是以女性为主，支撑着工作室的运作。铃木敏夫对此认为，这可能与他的家庭中只有母亲是女性有关，因此对女性的特质充满憧憬吧。那为什么吉卜力的动画大人和小孩都喜欢呢？而且百看不厌？首先，我们来谈谈他精致的作画风格。相信每个人在看吉卜力电影时，都会被他精致流畅的画面吸引。先说精致，要让画面精致，必须给予观众足够的资讯量，意思是画面中有足够的线条与细节，但越多的资讯对孩子来说并不容易理解。小孩子更倾向于浅显易懂的动画，而大人更喜欢真人电影。吉卜力的动画在这方面的掌握上，刚好介于大人看了不会太幼稚，而小孩又容易理解的程度。吉卜力为了精致的画面，可说是下足了功夫，让画面资讯量充足。每次重看时，我们都能发现以往没注意到的细节，特别的耐看。这也是重播了几十年，收视率依然居高不下的原因。而这种精致的画风被业界认为是吉卜力卖座的原因。从此各家在制作上都提高了经费，为了制作出更精致的动画。然而并非画得越逼真越好，如果只是讲求逼真的话，那为何不直接拍真人电影呢？这里就让我们稍微比较一下动画与真人电影的差别。动画虽然不像电影能够巨细靡遗的表达，反而像是去无存精一般，只传达给观众有用的讯息。相较于复杂的电影特效，动画更容易理解。这里要提一位吉卜力的幕后大功臣南路和雄，他主要负责动画背景，这是一个担起整部电影品味的重要位置。南路先生擅长于捕捉真实环境中细腻的氛围，并传神地重现在他的画中。就像龙猫里夏季凉爽的傍晚，魔法公主中充满神圣气息的森林，那种带给身体凉爽的感受，竟然能巧妙地用视觉与听觉重现出来。要做到这点，并非照着照片画就好，还要能掌握画面中的光线。因此南路先生时常在户外进行素描写生，练习如何捕捉真实的光线。此外，他还需要思考观众的注意力在哪，当需要聚焦的地方会仔细刻画，而远方不重要处则简单概括，就像相机的镜头一样，观众不自觉地就会去注视着故事正在发生的地方。我们的头脑能够自然地从画笔的浓淡笔触中解读出更多的讯息来，用笔触的深浅表达出陈旧的壁面，毛躁的边缘暗示着茂密的森林等等。简练的几笔常常比镜头更有想象空间，这就是动画没有真人电影精致却更写实的原因了。再来，我们来谈谈为什么宫崎骏的设计总是让人印象深刻。其实他有一种独特的绘图手法，在他作画时不会一边看着资料一边画，而是仔细的观察后凭着记忆去画，
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手法。我的意思不是说能够背下物体的外形，单凭靠着记忆很厉害。它厉害的地方是能够活用人脑的特性，我们只会记住物体重要的特征，因此他笔下的东西，不管是飞机还是房子，可能与原物不同，却留下精髓，让人一眼就能够辨识出来。此外，也因为不是照着照片画，每个物体的大小比例都经过他主观的调整，有时比实际尺寸大，就像风旗里的飞机和变身时的霍尔一样，不依照真实比例或透视，更像是努力拼凑出脑中的画面，将他想表达的感受更好地传达给观众们。除了技术外，让我们来看看宫崎骏是如何创造故事的。宫崎骏说过，万径3尺内，遍地是企划。他喜欢在生活范围内收集可用的素材，从上班的路上到与员工的闲聊，转个观点看待就能产生有趣的想法。他举了几个例子，像原本平淡的街景，只要改从高处俯瞰，就变得很不一样。这个发现产生了龙猫公车跳上电线杆奔跑的一幕。更有一次，他沿着工作室旁的河流走，走着看到一群居民，大家聚在一起讨论。宫崎骏凑过去后，知道了原来大家对河里的垃圾很在意，与大家讨论后，决定一起自发的下去清一清。而河里的垃圾有大有小，甚至还有废弃的自行车。为了拉起自行车，大伙绑上绳子，合力将它拉上岸。而年纪大的居民站在岸边，倒着甜酒，摇着扇子给大家打气。原本的清理活动变成一场盛大的庆典。这件事被宫崎骏用在作品中，大家猜猜是哪一部作品呢？说到动画导演，大家可能会好奇，既然已经有动画师，动画导演还要干嘛，对吧？这里我稍微介绍一下，动画导演主要的工作是指挥所有的动画师，每个导演的方式不同。高田导演不会画画，所以他会为每个镜头写下清楚的指示，详细到眼睛此时的形状应该要圆一点，还是扁一点，都会巨细靡遗地写下来。而宫崎骏创作电影时，有时与编剧合作，有时则以他的剧本为主。首先将文字图像化转成分镜后，完美主义的他为了确保每一幕的品质，会将每一镜清楚地画在纸上。这个过程称为 layout。layout 会包括镜头往哪移动，主角有什么反应，背景该出现什么等，就像是电影的设计图一样，它能够加快之后制作的速度。绘制 layout 需要高超的绘图技术与长时间的投入，可说是整部电影成败的关键。画好的 layout 再交由动画师制作，整个制作过程历时3年，一部电影需要10几万张手稿。风起中4秒的镜头，想表达出慌张紧凑的氛围，团队花费整整1年3个月制作。在波妞中，水母浮出水面的12秒镜头，也绘制了1613张原稿，这还不包括中途舍弃的。从红猪开始，宫崎骏用连载漫画的方式制作电影，不事先编写剧本，这一切都在他脑中进行。而此时是电影最具创造力的时刻，而且当分镜画到一半，就会让制作团队动工，意味着前面的剧情不管如何都不能修改。剧情一撒出去，就必须在有限的电影长度内完结。这种顶着巨大的压力，对他来说，除了有效避免老套的情节外，还能逼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发展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电影让人刺激又紧凑，因为就连导演自己，整个制作团队都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。虽已是全球知名的导演，却过得十分的轻朴与规律。每天一早在附近捡垃圾，之后到工作室商讨业务，中午11点开始坐定画画，直到晚上9点为止。如此严苛自律，是他能够持续创作的原因。未来没有接班人的吉卜力将迈入历史，但坚持着自己的信念，走着一条与整个业界背道而驰的路，却不断为业界立下标杆。我相信吉卜力的理念依旧保存在作品中流传下去。吉卜力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，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群满腔热血的动画人们。大家有喜欢吉卜力的哪部动画？喜欢动画的哪里呢？欢迎与我们分享哦。